集团最近几个项目接连出问题，董事会一直施压，咱们要不要裁员节流？裁，集团运转不高同情心。那个江总，财神庙一定要拆吗？我听说这庙特别灵，要不咱们去拜拜，万一有用呢？要是真灵验，他就不会列入我的拆迁名单了。阿福，只有拿下这片地，尽快推进城中心改造项目，集团资金链才能盘活。记住，能掌控财富的人才是真正的财神。比如我。财神爷保佑，我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工作稳定，工资照发，别再被优化了就行，拜托您了。猫仙大人驾临，小神有失远迎。本仙奉财神法旨巡查人间财运，听见这凡人姑娘求了半天，怪可怜的。大人您可别心软，这姑娘叫苏黎，天生带煞，霉运刻在命格里，入职哪家公司哪家破产，这辈子是天生的穷命，发不了财。哦，这么惨，那本仙可不能见穷不救，就用招财灵珠解一解她的穷煞。使不得啊，猫仙大人，招财灵珠可是财神座下第一至宝，统压人间财运、定临仙阶的灵物，为了一个凡人动用，太不值当了。他都求到本仙跟前了，本仙为他解个霉运，小事一桩。该死的属精，敢抢财神灵珠，找死！什么？优化我？可是我昨天才刚入职天海集团的。小心啊，小猫咪！路上全是车，你不要命了！完了，我的仙体附到这姑娘身上了。完了！江总，咱们撞到人了！我都塌心里了。你没了灵珠，我的法力越来越弱。原来是碰瓷的，可惜你碰错人了。我从不可怜你们这种人。阿福，处理一下。别再演了，我们老板脾气不好，今天算你运气。谁要你这几个臭钱？我要灵珠！猫仙大人，您的灵珠又丢不见了，那您怎么向财神交代呀？不行，我必须把灵珠拿回来。一个凡人而已，逃不出我的猫爪心。关闭庙门。诸位，这片地已经是天海集团的了，7天之后，这座庙必须拆除。站住！又是你！你不要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，你还没完了？你干什么？灵珠，还给我！住手！猫仙大人，使不得！你拦着我干什么？猫仙大人强行取珠，灵珠沾染杀气就废了，财神爷肯定会把您变成猫妖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什么？江总，来人啊！救命啊！那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灵珠在一个凡人身体里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对您动心，只有他情动之时真心相许，灵珠才能从心里渡回您体内。你是让我堂堂招财猫仙去勾引一个凡人？就他？江总呀，江总没气儿了！猫仙大人，千万不能让他死了，不然灵珠就没了。您快救救他呀！喂，你醒醒，别吓我啊！完了，他不会真的要死了吧？要是他死了，灵珠就没了，我就再也回不了天庭了。猫仙大人，你要想救他，就赶紧给他渡仙气呀，晚了就真救不回来了。对，渡气。你不能死了，你死了我可怎么办？太感人了，这姑娘是真爱啊！这男的好福气，有这么好的女朋友。这姑娘怎么可能是碰瓷的？她分明是江总的有缘人，爱上江总了。只可惜他们有缘无分，阴阳两隔。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放开我！您没事吧？我这就送您去医院。江总，不用去医院，去警局。这个女人刚才差点害死我，把她抓起来。江总，您误会了，那姑娘刚才冲过来只是想抱您，您不小心掉进许愿池，多亏她给您人工呼吸，才救了您。什么？人工呼吸？她刚才对我……刚才那不仅是人工呼吸，也是深情一吻，她对您简直是生离死别呀！那一幕太感人了。我的初吻竟然给了这个女人！你这个骗子，这次就算了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走。他就这么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猫仙大人，您别急呀，您千年道行，让一个凡人男子动情，还不简单吗？仙界从来禁止情爱，玉帝的女儿七仙女和凡人谈恋爱都要被罚，何况我一个招财猫仙。非也非也，情爱之事必须两情相悦，您只是为了取灵珠，只需要让她对您动心即可。猫仙大人，您总不想被贬成流浪猫，翻垃圾桶淋雨，被野狗追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好，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，但是你得帮我。这个给您。这是什么？真心铃，我从月老那里讨来的，只要他对您动了真心，铃铛就会响，真心越深，响得越欢。但是大人，您要记住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千万不能让别的女人靠近他，万一他对别人动了心，灵珠就会转移到那个人体内，到时候您就前功尽弃。虽然本仙没有谈过恋爱，可跟那些凡间女子抢男人，本仙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江总，晚上您还要去参加一个酒会，要不要取消？您回家休息休息。不用，现在就过去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江总，您上热搜了。江总，您看那姑娘哭的那叫一个真情实感，说什么你死了我也不活了，我看她都哭抽了，不像演的，看样啊是对你一见钟情。还是江总您魅力大。魅力大？什么真情实情？我看他就是骗子，简直是耻辱。那花钱找人，全网删视频。江总，这删不完吧？已经上热搜了，好几个平台都在转。奶奶，江晨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今天的热搜是怎么回事？奶奶，那是误会。误会？人家姑娘抱着你哭，给你做人工呼吸，你说误会？
他那是为了救我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他不仅对你用情至深，还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抛弃他了？我抛弃他？我没有。这么说，你们还有和好的机会？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我看您是想孙媳妇想魔怔了。没错，奶奶，我就是想孙媳妇儿，我这身体还能活几天？就想临死之前看着你成家立业，这都不行吗？奶奶，您别说了，我答应你，这个月就结婚，不管是谁。江总，您那个城中心改造项目可是大手笔，希望咱们多多合作啊。好说，这个项目是我们天海集团的核心项目，以后一定会成为江城的标志性建筑群。江总好大的口气啊！江总，城中心改造项目没有我们顾氏集团，恐怕你吞不下吧？况且我们顾家和你们江家门当户对，联姻对两家都有好处。我想要的东西，自己就能拿到，不需要靠联姻。江总的能力我当然知道，可联姻对你我来说又不是坏事。你真不想跟我试试？你是谁？我的身份你没资格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他是我的人。什么你的人？你别在这里无理取闹，松开我！就你也配站在江晨身边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顾家大小姐顾婷婷，江晨奶奶亲自看中的孙媳妇。我们顾家和江家门当户对，联谊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你这种普通人，浑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500块吧？你笑什么？你们顾家这些年发家靠的是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用不义之财起家，迟早会有报应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们顾家世代经商，清清白白。你这话用来骗别人还行，但骗不了我。印堂发黑，财帛宫暗淡无光，半年之内必破大财。你这个疯女人！保安！保安！喂，什么事？那批货被海关扣了。走私？不可能！我爸被带走了。你怎么知道他家的事儿？我说了呀，我懂财运。财运，商场如战场，靠的是实力、眼光、决断。什么财运、风水、运气？你不信？那，你让我看看你的财运。哼，随便，你能看出什么名堂？你干什么？你父母很早就不在了吧？你大学没毕业就接手家业，那时候集团正下坡路，好几个项目都在亏钱。这几年你拼命想把集团拉回来，可董事会天天施压，银行天天催债。你现在只有拆了财神庙，用那块地盘活资金链，但你没告诉任何人，那座财神庙是你父母生前最后捐款修缮的地方。他怎么知道？这些事我从没跟任何人说过。没想，我都离这么近了，他心跳怎么一点都不快？你调查过我？你到底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只想得到这个，它本就该属于我。哎呀，我们家江晨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忙了，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我这个当奶奶的，愁得头发都白了。又是那姑娘，他们俩关系果然不一般。奶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就是热搜上那个女孩吧？长得真水灵。江晨这孩子啊，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都不告诉我。奶奶，这个女人来路不明，她故意接近我，一定另有目的。什么？阿卢啊，我的乖孙女，
你被这个渣男骗了。就是他骗了我家阿离的感情，说要娶她，结果转头就跟别人相亲。苏黎呀，你糊涂啊！这土地公演技也太好了吧！胡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你现在不认识我了？你这个负心汉！江晨，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奶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不用解释，你跟你那个死去的爷爷一样风流。我受过的苦，不能让我的孙媳妇再受一遍。你得负责，马上带她回家。以后这儿就是你家，千万别客气。来人，这些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这些俗物怎么比得上我的灵珠？我不要这些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好孩子，告诉奶奶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奶奶都给你弄来。我要他爱上我，对我心动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取走我的灵珠啊！你想都别想。江晨，你怎么能这么跟人家姑娘说话？好孩子，别跟这个不识好歹的臭小子一般见识，奶奶给你做主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有奶奶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奶奶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跟他才第3次见面。奶奶，我这心口啊，就是让你气的。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容易吗？你倒好，30岁的人了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奶奶，您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你再说我心口更疼了。真的舒服多了，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了。这孩子手法真厉害。奶奶没事就好。刚才还难受的要命，被你一揉就好了。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阿琛，你可得好好对待他。奶奶，我们根本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，关系需要慢慢发展，不能这么急。慢慢发展？你今年都30了，还要慢到什么时候？我看这姑娘挺好，长得水灵，最重要的是她喜欢你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找个真心喜欢你的姑娘多难？奶奶说的对，我就要跟着他，不能离开他。你们哪知道，离了灵珠我可怎么活？我要天天跟着你，吃饭的时候跟着你，走路要跟着你，睡觉也要待在你旁边。哎呦呦，听听，这姑娘对你是一片痴心啊！行了，你们年轻人单独相处，好好聊聊，我回房休息了。看在我奶奶的份上，我让你住1晚，2楼有客房，明天你就给我离开。毛贤大人，时间不多了，您如果7天内不能把灵珠带回天庭，财神爷就会震怒，把您贬为猫妖，永世不得回天庭。我知道，可这凡人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还是说我魅力不够？这个嘛，老朽也不太懂坟间男女之事。完了，我肯定要变流浪猫了。到时候我就蹲在你们土地庙门口，天天挠你的门。别，大人别急，老朽虽然不懂，但是老朽有办法学。您看，
这都是凡间最流行的短剧，专门教人谈恋爱的。这个叫壁咚，据说这招下去，10个凡间女子9个动心。这么厉害？车咚，这个叫床咚，更厉害。这么多咚，凡间管这个叫霸道总裁爱上我，您多刷刷，学会几招，保准让那个江纯动心。一夜情，契约情侣，日久生情。原来凡间谈恋爱这么复杂。大人，您得抓紧时间啊！好，我学。原来如此，要先制造独处机会，然后眼神对视，然后慢慢靠近，然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害怕睡不着。害怕什么？害怕一个人。你家太大了，房间里黑黑的，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。你能不能陪陪我？不能，你离我远点儿。我不，这感觉真好。你感觉什么呢？当然是我的灵珠了。今天让你留下来是为了奶奶，你心里清楚，我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明天一早你就自己离开，我们根本不可能。那就别怪我了。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床都，让你爱上我。你干嘛？你一个女孩子，大半夜穿成这样闯进男人房间，还往床上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了，想让你爱上我呀。你就不能喜欢我一下吗？就一下。你给我出去！今晚我不出去。你给我下来！就不。哎呦呦呦，这也太激烈了！明天得给我孙子好好补补。你让我抱一下会死啊！你给我下来！这臭小子平时看着冷冰冰的，没想到……你干嘛？喂！怎么搞的？刚才那一瞬间，我这心怎么好像在呼应，跳得那么厉害？不行不行，我想什么呢？这个女人简直是老天派下来折磨我的。要不是为了灵珠，我何至于被一个凡人拿捏？怎么还不行？江晨，你给我等着！本仙就不信搞不定你这个凡人。走。你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？阿琛、阿丽，快来吃早餐了。阿丽呀，昨晚睡得怎么样？睡得很好，谢谢奶奶。是吗？我怎么听着你们那边动静挺大的？奶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昨晚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年轻人嘛，奶奶懂。奶奶，这是早餐。你们年轻人虽然年轻，但也得注意身体。
尤其是你阿晨，可得好好补补，早点让奶奶抱上重孙子。这味道，阿离，你尝尝这些。奶奶，最近有几个项目要赶，这几天我打算住在公司。住公司？你走了我怎么办？阿晨，你看看，阿离对你真是用情至深啊！今天你去公司就带上阿离，反正她早晚是董事长夫人，也该提前熟悉熟悉业务，省得你一个人在公司，我不放心。对，赚钱这件事，我比你熟。你比我熟？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能赚几个钱。江总早。这个女人是谁？是啊，老板身边什么时候多了个女人？江总，您来啦。这女人跟江总什么关系？怎么有点眼熟？江总，有几个项目需要您签字。之前亏损的新能源项目也开始盈利，还有3家投资方主动上门合作。奇怪，这几天集团怎么突然这么顺？这都是江总您运筹帷幄，才能有今天的好局面。拍马屁！明明是我招财灵珠在他体内生效，自动旺他财运，挡灾化险，项目自然一路绿灯。这2个项目可以签，这几个数据有问题，风险太高，先放一放。好的，江总，我这就处理。这2个项目不能签，签了会亏钱。你说什么？这位小姐，您懂项目？我不懂项目，可我懂财运。商业投资不是靠运气，是靠专业的数据分析、市场调研、风险评估。这几个项目是我们团队熬了几个月做出来的，您一句懂财运就否定我们的工作？苏黎，你不懂就别瞎说。我没瞎说，真的，这2个项目会倒霉的，反而是那个财运很旺，应该签那个。那个物流园项目从立项到现在一直在亏钱，上个月的财报亏损2000万。你告诉我他财运旺，现在是亏，但很快就会赚了。够了！集团的事不是你说了算。你干什么？苏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你能签的字吗？我在帮你避灾，你签那2个才会真的破财。江总，我就说这个女人有问题，哪有第一次来公司就敢替老板签字的？她肯定是别有用心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今天铁定有血光之灾。你够了！什么事？江总，不好了，财神庙出事了！不能拆，这座庙几百年了，你们拆了，坏了风水，会遭报应的！不能拆！这片地早就被天海集团拿下了，手续齐全，合法合规，你们拦着也没用。怎么回事？江总，您可来了！这些附近居民拦着不让拆，我们正在做工作。做什么工作？直接拆。就是他，天海集团的老板。就是他，非要拆我们的庙。你们有钱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！你们闹什么？我们江总让拆就得拆，瞧你们一个个穷酸样子！哼，这破庙能保你们发财？笑话！你怎么说话呢？这庙保佑了我们几10年，你们
为什么？封建迷信。江辰，这庙真的不能拆，否则只会损你的财运。我说过，我不信这些，今天必须拆。上！跑得到快。谁干的？你终于主动抱我了。一群废物，竟然让他们跑了！伤口不深，但有点长，需要缝2针。缝针？苏黎，你为什么缠着我？喜欢我的，这是我的。你为什么替我挡棍子？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真的喜欢我？我在干什么？江总，你没事吧？阿福，帮我查一下苏黎。查苏小姐？查什么？查她的身份、背景、来历，所有能查到的都要。阿离呀，多吃点儿，奶奶就是担心你这伤口啊。没关系，奶奶，一点小伤。阿琛，你看看，阿离这样的女人太难得，她必须是我的孙媳妇儿，听见了吗？苏瑶，嗯，你之前做什么工作的？工作？他问我工作干什么？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公司的事儿，还是想让我帮忙看财运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想让我帮忙？江总，查到了，他是咱们天海集团一家分公司的员工，刚刚被裁员。集团运转不靠同情心。我吃完了。他怎么了？阿福，带几个保安来，不要惊动我奶奶，把苏黎带到警局。警局？江总，苏小姐犯什么事儿了？这个苏黎做的一切都是阴谋，她被我裁掉，怀恨在心，所以故意接近我，获取我的信任，然后报复我。江总，可是她替您挡棍子了。苦肉计。那她给您做人工呼气？那也是计。苏小姐替您签字的那个项目，她爆了。
什么？那个物流员，我就知道他是害我。爆了，火了，赚大钱了！什么？不可能！昨天政府突然发了一个文件，要在城东建一条新的高速路，物流园更好在规划的出口附近。那个项目现在成了集团的香饽饽。真的说对了，我本来要签的那2个项目呢。那2个项目，一个被诈骗团伙盯上了，至少亏1个亿；另外一个投资方突然撤资跑路了，现在留下一堆烂摊子。陆地仙，你说这个凡人是不是有问题？还有5天，不，4天了。大人，老朽觉得您还得再主动一次。还主动？我都主动800回了。您那是扑，不是撩。凡间谈恋爱讲究的是若即若离，欲拒还迎，欲说还休。土地公，你是不是在拿我寻开心？不敢不敢，老朽是真心想帮大人。哎，大人，您想想，要是成功了，灵珠拿回来，您风风光光回天庭，财神爷还得夸你，否则您就得翻垃圾桶，淋雨被野狗追。闭嘴！再试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要向他求婚。什么？这叫先婚后爱，我就不信你还能逃出我的猫爪心。猫仙大人，您来真的？您对他不会真的动心吧？我怎么可能对一个凡人动心？再说，动心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就不信今晚拿不下你。这苏黎到底是害我，还是帮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谁？江总，好久不见。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怎么，没事就不能来找你？如果是公事，明天上班时间谈；如果是私事，我们没什么私事可谈。江总还是这么不解风情。江辰，我们顾家和你们江家门当户对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但我可以补偿你，我可以满足你任何需求。够了，请你离开。江辰，你什么意思？不会真的喜欢那个来历不明的苏黎吧？喜不喜欢他，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费心。你再不走，我叫保安请你走。看来我只能对你下狠手。你不是顾婷婷？聪明，可惜太晚了。杀了你，灵珠就会受损。不过我可以逼你自愿交出来。江辰，如果你想保命，就跟我睡一觉，否则你只有死。休想！你找死！放开他！毛仙大人来了，来得正好。江辰，你怎么样？快走！要的是我，你快走！你别动，我不会走的。好感人啊！一个凡人，一个猫仙，居然在这生死关头你侬我侬。对了，毛仙大人，这个凡人还不知道。什么？江辰，
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啊？他跟我的目的一样，就是为了你心里的那颗灵珠。什么？苏黎，这是真的吗？金钱鼠，不管是灵珠还是江辰，有我在，你别想碰，还是我的。真的是猫仙？你终于现原形了，就凭您这点法力，现原形也是送死。不要！既然你们这么恩爱，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。江辰，你醒醒！江辰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！江辰，我的灵力怎么全没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他是不是知道我的身份了？他会不会生气？他要是不生气，他怎么不笑？不对，他本来就不会笑。那他到底会对我怎么样啊？早安。醒了，喝点东西。在看什么？还在找你的灵珠吗？你……我本以为你只是被天海集团裁掉的员工，故意接近我是为了报复，没想到你竟然是猫妖。猫仙是招财猫仙，有区别？当然有，仙比妖高级多了。所以，从一开始，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拿回灵珠，对不对？我是为了灵珠，也为了你。为了我？那你给我算算，在财神庙的许愿池，你给我赌气，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保住灵珠的宿主？在医院，你说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是真情流露，还是为了让我动心的营销方案？你一次次亲我，一次次往我身上扑，我以为我终于遇到我的真命天女，结果全是谎言、欺骗、阴谋。哪一次是真的？既然如此，咱们两清了。既然灵珠你拿不回去，你就留在我身体。况且它能给我带来财运，我没有理由还给你。你离开我家，现在就走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猫仙大人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昨晚我找他求婚，结果遇到金钱鼠精来取他体内的灵珠。什么？又是那个妖孽？灵珠怎么样了？灵珠保住了，还在他体内。可他知道了我是招财猫仙，也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灵珠。什么？这么说，他不可能对你动心了。那你怎么办？万般皆是命，我也累了，回财神庙吧。我等着财神降罪。降罪？那您会被贬成流浪猫的。流浪猫就流浪猫，翻垃圾桶就翻垃圾桶，被野狗追就被野狗追，总比在这里继续受他的冷眼和折磨强。
你把阿离赶走了。阿琛，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奶奶，您听我解释。老夫人，您别说了，江总他也有苦衷。你闭嘴！说，什么苦衷？奶奶，他是个骗子。骗子？对，老夫人，那个苏黎本来是咱们天海集团分公司的员工，上个月刚被裁员。他这是心里不平衡，故意接近江总，想报复。被裁员，报复。奶奶，快去医院！快，再快点！奶奶，对不起。奶奶，奶奶。江总，老夫人醒过来，我送她去医院。你要不要去追？不，开车。该死的猫！等我缓过来，一定要拿到灵珠。哎呦喂！你觉得自己拿得到吗？主人，我尽力了。灵珠在凡人身上，还被那个猫仙缠着，我尽力，也就是说，你只有这么大的能力。主人，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能，这次我一定。主人，饶命！废物，浪费我时间，现在得本座亲自出马了。猫仙大人，你真就这么认命了？您这一回去可就……土地公，别劝了，是我自己没用，把事情搞砸了。我堂堂招财猫仙，混成这样，说出去都丢猫。灵珠在他心口，心死了，门就关了，我拿不回来了。可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。凡人的情爱本就复杂，一时误会解开就是了。你再不想想法子，没法子了。江辰已经认定我是个骗子，再也不会信我了。招财灵珠拿不回来，我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小猫咪，你敢弄丢灵珠？善财童子，童子仙驾到此，小老手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大胆猫仙，财神命你下界巡查，你竟然弄丢招财灵珠。还有你，灵珠在你管辖之地出事，按天规，你们都要被重罚。我知罪，此事跟土地公无关，我一人领罪就是。那你这就随我回天庭面见财神。童子息怒啊！冒险大人也是初犯，求童子开恩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求求您了。哭哭啼啼，像什么样子？你我同列仙堂，看在你也是无心之举，我就破例帮你一次。真的？童子慈悲，童子英明，你简直比菩萨还菩萨。行了行了，少拍马屁。马年嘛，拍拍马屁，大吉大利。只要能拿回灵珠，我一切都听童子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做？这是……你之前是不是一心想要拿回灵珠，所以被他当成别有用心的骗子？凡人最忌讳的就是被算计。这本手册是月老的新玩意儿，就8个字：欲擒故纵，反向引导。这怎么操作啊？你自己悟，我会帮你安排一个新的身份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记住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
保证完成任务。江晨，这一次我们换个玩法。江总，城西那块地，顾家一撤资，银行的贷款立刻就停了，现在项目整个瘫痪在那儿，每天都在烧钱。何止城西，好几个正在洽谈的合作方，一听说我们和顾家的关系破裂，都找借口推脱了。这明摆着是墙倒众人推。资金的问题，我正在想办法。想办法？银行的催款函都送到我桌上了。江总，当初我们是看在你和顾家的关系上才力挺你，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难道真是我没有能力，还是这个灵珠失效了？江总，明天就是投资峰会了，我们几乎没收到任何有分量的邀请函，之前有意向的几家，现在都避而不见。知道了。张总，好久不见，最近那个项目……哎呀，江总，幸会幸会。哎呀，我那边还有事儿，改天聊啊。那是谁？好大的排场！你不知道，海外风头最劲的善财基金创始人魏哲，听说他这次回国是想在国内找几个有潜力的项目。你就是天海集团的江晨，幸会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助理苏黎。幸会。江总，我对天海集团很感兴趣，只是你现在面临不少问题，缺钱，缺信心，缺一个能撬动局面的支点，而我恰好三样都有。缺钱，缺信心，缺支点，这是在给我做诊断，还是给我念悼词呢？我宣布，善财基金决定向天海集团注资20亿，用于盘活现有项目，并启动新一轮的战略扩张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注资后，所有资金的流向和项目财务的监管必须由我的团队监管。监管的负责人就是苏黎小姐。这是你的意思？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？我是魏总的助理，执行魏总的一切决定。怎么，江总有意见？如果我不接受呢？那很遗憾，天海集团明天的头条恐怕不会太好看。苏黎，我们走。别走啊，有话好商量。那可是20亿啊！江总倒是说句话呀。等等，我接受。合作愉快，江总。江晨，你跑不出我的猫爪心。可以，我们申请追加3000万的预算，主要用于加快城东项目的基建进度，争取在雨季来临前完成主体封顶。我反对。苏小姐，这个方案是我们江总通过的，不批这笔钱，工期延误的损失更大。我看了你们的供应商清单，有3家的报价比市场均价都高，你解释一下。那几家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，苏黎，
你这是在质疑我的人？我只对魏总的投资负责，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，这笔钱我就不批。江总，苏监管把我们所有的项目都过了一遍，砍掉了近1/10的预算，现在下面的人怨声载道，都说他这是在故意刁难。他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些地方确实有道理，只是他这么一刀切，也太不近人情了。照他说的做。猫仙大人，您今天把江总怼得那么狠，他会不会记恨您啊？我看他脸都黑了。恋爱手册上说，第一步是重塑认知，让他看到一个没有他也能活得很好的我，只有这样，他才会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对手。这是让他喜欢上自己的对手，太难了吧？再难我也得试试，况且我也想看看他对我有没有一丝那个什么。什么？那个眷恋。猫仙大人，他还没对你动心，你不会先对他重情了吧？别瞎说。苏黎，稳住，稳住，高冷人士不能帮。他主动来找我，说明第一步有效果。苏小姐，冒昧问一句，你是怎么认识魏晨的？他好像对你特别倚重，总不会用了什么仙术吧？我的仙术在救你那天晚上已经耗尽了，最后一点灵力也给了你奶奶。你现在过来，是质问我？我的意思是，魏彻把你安排在天海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他最信任的人，也是最了解天海和你的人。这个安排合情合理，你不满意？我警告你，不要以为你找机会接近我，我就会对你动心，让你拿回灵珠。他急了，他急了，这是吃醋了吗？江总，今天的谈话已经超出工作范畴，如果你对投资方有疑虑，可以用正式渠道沟通，比如邮件或者董事会。你现在是工作时间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要看文件了。般配哪里般配了？不就是站在一起？我也跟他站在一起过，还抱过，还亲过。江总，财务那边反馈，今天苏监管把预算又从头到尾审了一遍，现在都管他叫财神奶奶。财神奶奶，他今天提了什么新意见？说要把几块地的开发顺序重新排，理由是不能因为江总您的决定就特殊对待。他真这么说？最后一句是我加的，前面是他说的。那要不要按他的做？啊？您问我？你觉得呢？江总，从财务角度来说，他的建议可能更有保障。
那就按他说的做。魏哲那家伙手放那么近干嘛？再近一点就搂上了，知道吗？我怎么又看这些？他们俩什么关系？我才不在乎。简直是胡闹！放着县城的热门地块不要，去抢一个没人要的冷门货。江总，这次决策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外面都在看我们天海的笑话，说我们资金链断裂，股价今天开盘就跌了3个点。你投资决策看的不是一时的热闹，B地块的潜力在未来，而不是在眼前。未来？我们连眼前都快过不去了，还谈什么未来？我是天海集团董事长，所有决策由我一人负责。苏小姐的决定，我同意。江总，你怎么这么信他？万一他判断失误，输了我引咎辞职，赢了他们闭嘴分钱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就不信了，他一个黄毛丫头能比我们这些商场老手还懂。所以金宝贝善臣送你魏一桥。这怎么可能？新规划，B地块成了香饽饽。何止是香饽饽，这价值起码翻了3倍。我们这是捡了个天大的漏啊！你怎么会？难道你真能够预料？财运不止在账本上，也在风向里。我只是闻到了而已。苏小姐果然有个好鼻子，不愧是魏总的助理。我只是在履行我的职责，江总不必客气。他眼神怎么这么烫？我要顶不住了，快跑快跑！各位，容我介绍一下，天海集团最近的救火英雄，就在这儿。没有他，今天的热地加价，银行明天就要敲门收房子了。那我敬苏小姐一杯。她胃不好，白酒不碰。你还挺了解他。搭档嘛，彼此要熟悉，才会睡得着觉。他吃醋了，这招果然有效。苏小姐，赏脸跳支舞。怎么样？他有没有盯着你看？盯着呢，眼里都要喷火了。多亏了童子泥相助。你这小猫咪嘴巴倒是甜甜。凡间恋爱手册第7条，当他因嫉妒而主动靠近时，切勿立刻心软回应。求而不得的失落感才能激发更强的占有欲。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好，下面你我演场戏，也该他英雄救美了。魏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童子，你过界了。演戏就要演全套，你看，他过来了。你跟他跳得很开心。他这语气好酸啊，江总，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儿。江总，
苏小姐是我的舞伴，轮不到你出手吧？魏总的舞步和你的风度一样，都该好好练练。苏小姐累了，我送她休息。等你对她动心，渡出的灵珠就是我的，而你们都得死。你慢点儿，干什么？你故意让我吃醋是吗？完了，他看出来了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就是为了刺激我，为了让我对你动心，好拿回那颗灵珠，不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那我这些天不是白演了？不行，不能输。我现在已经没有灵力了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我不能为我自己的前程谋划一下吗？那颗灵珠就当我送给你了。灵珠能让你财运亨通，可是如果你镇不住灵珠，它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祸。苏莲，我从来不在乎什么灵珠，也不在乎什么财运，我只是在乎。江晨，现在你想在乎我，那要先问问我，还给不给你这个机会？完了，心跳这么快，我是紧张还是真动心了？刚才演的真好，手册上叫极限拉扯。拉扯，我都快被他扯断了。如今我没有真心灵，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对我动心。这种事儿用心就能感觉出来，而且我看你不像是演的。童子别开这种玩笑，我虽然只是招财猫，可也是仙。仙凡不能真心相恋，否则必遭天劫。怕什么？如果你真的动了心，他也能更快动真情，来得及。只要你赶紧拿回灵珠，返回天庭，天劫都跟不上你的速度。真的动心？我好好演，假戏真做，真做假戏，我看好你。假戏真做，真心对真情。天海集团近期风波稳定，股价回升。阿琛，你最近事业做得越来越顺了，听说是阿路在你身边帮你。当初你说他是骗子，把他轰了出去，现在他反倒成了你的福星，你还不赶紧把他娶进门吗？奶奶，我和他现在只是合作而已，我对他没那种感觉。没感觉？这是你藏在床底下的。
里面为什么有这些？奶奶，你怎么随便翻我的东西？谁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在这儿？你呀，就是嘴硬，这儿却软得很，一直惦记着苏黎，对吧？阿晨，真喜欢他就别错过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苏黎，是我。江总有事？晚上有空吗？我有点旧账，想跟你当面算一算。旧账？我想当面跟你说清楚。我在财神庙等你。这么晚了，为什么去那儿？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？喂，苏丽，你在听吗？我不去。我就在那儿等着，你什么时候来都行，我等你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江总，大半夜的把我叫到这种地方，到底想算什么账？电话里不能说吗？算我和你的恩怨旧账，算我当初怎么处心积虑接近你，算我给你惹了多少麻烦，还是算我骗你感情？算我欠你的。苏黎，我不管你是下凡的神仙也好，是普通的女孩也好，是猫也好，都不重要。我只知道，没有你的天海，就算财运再好，也只是一座空壳；没有你的江辰，就算拥有全世界，也只是一个什么？一个一无所有的输家。他这是在表白吗？还是又在试探我？手册上说这种情况要冷静，可我怎么冷静？江辰，其实我这次回来也是为了灵珠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算计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……如果一切是从算计开始，那就让它以真心结束。苏黎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灵珠，不是因为财运，只是因为你。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身边？带上就不许反悔了。我才不会，你也不许反悔。真是感人肺腑，可惜这出戏该落幕。魏哲，你怎么？他不是魏哲，善财童子，你想干什么？灵珠这东西，得看谁有本事拿。有了它，我就能修为大增，取代财神，掌管世间财富。难道从一开始就是你的安排？没错。没想到你这只笨猫让灵珠进了江辰的身体，结果你怎么都无法让他动心。唉，我只好亲自帮你们一把。
你一直在利用他。是又怎么样？江晨，是他一直在骗你。现在你知道自己有多傻了吗？唑，这灵珠果然美味。你们俩的感情越是浓烈，它就越成熟。现在，它是我的了。善财童子，你身为天庭仙官，竟敢做出这种事，财神爷不会放过你的。财神，等我吸收了灵珠的力量，我就是新的财神。到时候，天上地下所有财富都由我掌控。你以为抢走一颗珠子就能为所欲为？太天真了。凡人，你懂什么？这颗灵珠统御人间财运，有了它，我可以让谁发财谁就发财，让谁破产谁就破产。你觉得那些凡间的富豪会不听我的话？你疯了！这样做会扰乱人间秩序。秩序？哼，那是弱者的借口。江晨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把苏黎交给我，我可以让你的天海集团成为世界第一。你做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的灵力没了，挣脱不开。苏黎，你听我说，等一下我拖住他，你跑。不行，杨总一起走。谁都走不了。童子大人，不，善财童子，你太过分了！土地公，你一个末流小神，也敢管本座的事？老朽虽官职卑微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伤害猫仙大人和这个凡人。就凭你，土地官！大人，快跑！老朽拖住他。凡人的老东西！你要杀他，先杀我！你们以为我不敢？怎么回事？灵珠还没有完全被他炼化，他在反抗。因为灵珠还残留着你的气息。还有，他在你体内待了那么久，也沾染了你的气息。我们两个人的力量，让他不肯屈服。区区一颗珠子，也敢反抗我？他回来了。找死！既然灵珠不肯出来，我就把你们的心脏一起挖出来！江晨，你试试催动他，用你的意志。你们等着，这件事没完！没事了。灵珠暂时保住了，但善财童子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大人，江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善财童子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得想个办法。先回去，我需要查清楚，他到底还有多少势力。江总，我连夜查了善财基金的所有公开信息，它的表面故作很完美，但穿透之后，您看这里，这家公司在开门群岛注册，
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叫陈善的人。而这个陈善的护照照片就是魏杰，他用了假身份，能不能查到他的资金流水？查不到，所有账户都有多层加密，我们的技术团队破解不了。他不是凡人，不能用凡间的手段对付他。他现在虽然受伤，但很快就会恢复。我们必须在他恢复之前，想办法把灵珠彻底稳定下来。你的意思是？灵珠现在在你体内，但它很不稳定，善财童子随时可能再次抢夺。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他无法得手，让灵珠和你完全融合。完全融合？怎么做？需要一种仪式，一种古老的仙凡契约。通过这个契约，灵珠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再也无法被外力剥离。大人，您说的该不会是同心气吧？那可是禁术。一旦缔结，你和江总的命就会绑在一起。他受伤，你也会受伤；他死，你也会死。这么严重？是。如果这个契约能保护你，我愿意。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不是儿戏。从我决定喜欢你那天起，就已经想清楚了。那个，我能说句话吗？这个同心气听起来很浪漫，但咱们是不是先考虑一下，万一缔结失败会怎样？失败的话，两人都会灵力暴走，轻则重伤，重则魂飞魄散。成功率多少？5成。5成已经很高了，赌一把。你这个笨蛋！这是同心气的引符，我会用我仅存的仙力激活它。你要做的就是握紧我的手，心里想着我。就这么简单？不简单，你要想的不是我需要它，而是我愿意把我的命交给他，一丝犹豫都不行。来吧。天为证，地为鉴，仙凡同心，生死相依。江辰，别松手！我不会松的。灵珠真的和你融合了，我还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但它已经和你的心跳为为一体了。那现在，善财童子还能抢走他吗？除非杀了你，但如果你死了，灵珠也会毁灭。他想要完整的灵珠，就不敢动你。但他可以动你。我现在只是个凡人，他杀我没有任何好处。别忘了，他需要你对我动心，灵珠才会成熟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心死，灵珠就废了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永远不会。我知道。童子大人，您的伤不轻。黑猫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一直都在，只是您忙着对付那只招财猫，没注意到我。你倒是会挑时候，我受伤了才现身。大人误会了，我是来帮您的。那只招财猫和江辰已经缔结了同心气，灵珠彻底融入了凡人体内。您现在硬抢，只会让灵珠自毁。同心气，那只蠢猫竟然敢用禁术！所以大人需要换一种方式，不能抢，那就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交出来。说下去，
江辰最大的弱点是天海集团，如果集团破产，他心力交瘁，灵珠就会不稳定。到时候您再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，许诺帮他东山再起，条件是把灵珠给您，他一个凡人扛不住的。好主意，你去办。我要天海集团在3天内股价崩盘，资金链断裂。遵命，大人。江辰、苏黎，你们以为缔结同心契就高枕无忧了？天真！江总，您看看这个，一夜之间，我们的3个海外合作方同时撤资，违约金填他们年赔，也不愿意继续合作。还有，我们的股票今早开盘跌了8%。社交媒体上突然出现大量负面新闻，说我们资金链断裂，项目烂尾。撤资的3家公司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关联？查到了，3家公司的最终受益人都指向同一个离岸账户，和卫兵的善财基金用的是同一套操作手法。是善财童子，他开始动真格的。各位，这件事我来处理，3天之内我会解决所有问题。哼，3天，江总，您知道外面怎么传的吗？说天海集团要倒闭了，我们的供应商已经在催款了。我说3天，就是3天。如果解决不了，我引咎辞职。疯了，3天怎么可能解决？善财童子是在用仙力干扰人间财运，你斗不过他的。我不是用凡人的方式斗他。什么意思？灵珠在我体内，我可以用他的力量反制。善财童子干扰财运，我就用灵珠稳住财运。他不是要玩吗？我陪他玩到底。你刚融合灵珠还不稳定，强行催动会反噬的。那你就帮我稳住。好，但你答应我，撑不住了就停下。我答应你。江总，有人在大量抛售我们的股票，价格快跌破发行价了。全部接盘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江总，那需要几十亿资金，我们的现金储备不够。用这个账户，里面有50亿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灵珠告诉我的，他能看到所有资金的流向。我昨晚让阿福用几个空壳公司，从那些撤资的合作方那里套了回来。你这是在用仙力炒股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江总，不好了！税务局的人来了，说要查我们过去3年的账。善财童子连这一招都用上了。让他们查，我们的账没问题。可是魏哲之前派驻在我们这儿的财务团队经手过几笔账，那些账有问题。那段时间是我在监管，但那些账我都审过，应该没问题。我相信你，但单钱童子一定动了手脚。阿伯，去把那些账目的原始凭证全部调出来，我要亲自看。如果那些账真的有问题，我会连累你，连累整个天海集团。别想那么多，先找证据。你看这个，这是善财基金用来洗钱的账户，还有转账记录。这张纸条是谁塞进去的？难道是……王贤大人，对不起，我是被逼的。这些证据能帮你们。林薇，林薇，他是善财童子的人，也可能是被胁迫的。不管怎样，这张纸条是关键证据。张律师，我这里有善财基金洗钱的证据，麻烦你立刻联系经侦大队。这次我们赢定了。可是林薇他
如果他愿意作证，我会帮他求情。等等，他是证人。这位小姐，林薇涉嫌参与洗钱，我们要带回去调查。苏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善财童子，魏哲，他拿我家人威胁我。我知道，你把证据留给我们，就是在帮我们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救你。不用了，我做错的事我自己承担，你们一定要赢。他会没事的，有了他提供的证据，善财基金很快就会被查封。可是善财童子本人不是凡人，警察抓不了他。所以我们要用另一种方式。财神爷，弟子苏黎恳请您降下法旨，惩治善财童子。他已堕入魔道，扰乱人间财运，还胁迫凡人犯罪。大人，财神爷闭关修炼，暂时无法回应，您得靠自己。靠自己？我现在一点灵力都没有。苏黎，灵珠还在我体内，我能感觉到它的力量，也许我可以借给你。借给我？怎么借？同心器，我们的命连在一起，灵力也应该可以共享。你试试看，从我心里取走一部分灵珠的力量。灵珠，请借我力量。我恢复了一部分灵力。太好了，大人，您现在可以用仙力追踪善财童子的踪迹了。他在那边，走。他就在里面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，很弱，他伤还没好。我们一起进去。来了，比我想象的慢。你们以为有了灵威的证据就能扳倒我？太天真了，凡间的法律对我没用。那这个呢？你恢复灵力了？哦，是同心器共享的，有趣。那就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两个加在一起能不能打赢我。我来。我们一起。大人加油！江总加油！该死！追！这是通往天庭的密道，怎么可能？天哪！这扇门通往财神宫底的后山，善财童子是想逃回天庭，不能让他跑了。他回去之后会倒打一耙。打开这扇门需要天庭的令牌，我没有。等我回到天庭，就说是你们勾结凡人抢夺灵珠，到时候被惩罚的是你们。这个有用吗？这是财神爷当年赐给樊大善人的护身玉牌，上面有财神的印记，可以当令牌用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进来的？靠这个。江家的护身玉牌，该死！放开我！你们擅闯天庭，这是重罪。那你擅闯凡间，用仙力扰乱人间秩序，又是什么罪？够了！善财童子，你可知罪？财神爷饶命！是他们陷害我。本座闭关之中，已感应到灵珠异动。善财童子，你私自下凡抢夺灵珠，伤害同僚，罪不可赦。招财猫仙苏黎，虽丢失灵珠在先，但护珠有功，且与凡人情感深重，
本座念你一片赤诚，暂不降罪。待本座出关后再做定夺。终于结束了。还没结束，还有你的惩罚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什么惩罚我都不怕。太感人了。财神爷，善财童子已经伏法，灵珠也稳了，弟子的惩罚什么时候下来？大人，财神爷闭关还没出来，您这段时间就安心待在凡间吧。那我可以继续留在天海吗？你本来就是天海的财务监管，魏哲虽然倒了，但投资协议还在，你随时可以回来。那我的工资呢？你想要多少？之前我被裁员了，现在重新入职，应该按新人算吧？我不挑，按最低标准给就行。天海集团不差那点钱，你想要什么职位自己挑。那我要当副总裁。你？对，主管财运的副总裁。大人，您连财务报表都看不太懂。闭嘴！好，副总裁就副总裁，试用期3个月，不合格就降职。我一定会合格的。这些是你要签的，看完再签，别像上次一样乱签。我知道啦。你看什么？没看什么。哦，苏副总裁，这是前台送上来的，说是有人送给您的。你送花还匿名？这不是我送的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这字有点像魏哲的。善财童子不是被抓回天庭了吗？按理说是的，但万一他逃出来了……我给土地公打电话。喂，江总啊，什么事儿？土地公，善财童子现在在哪儿？在天庭的天牢里啊，财神爷亲自关押的，跑不了。那这张卡片是谁送的？什么卡片？哎呀，可能是恶作剧吧。凡间这种事儿多了去了。也许是恶作剧，别担心。希望是吧？你说谁会冒充你送花？不知道，但既然约了7点，我们就等着。林薇，怎么是你？苏黎，江总，对不起，卡片是我送的。你送的，为什么冒充我？我想当面跟你们道歉，又怕你们不见我。你先坐下，慢慢说。警察查了之后，发现我是被胁迫的，没有起诉我，但我被善田基金开除了，现在没有工作。我想求你们让我回天海，什么岗位都行，扫地我都愿意。你知道你之前做的事给集团造成了多大损失吗？我知道，我不求原谅，只求一个弥补的机会。试用期3个月，做不好走人。谢谢江总，谢谢苏总。别这么客气，以后好好干。对了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。魏哲，不，善财童子，他在被抓之前，把一个东西交给我保管，说是如果他有不测，就把这个交给你们。这是魔珠。魔珠是什么？魔珠是善财童子用自己的修为凝练的邪物，他把它交给林薇，说明他早就料到可能会有这一天。这颗珠子可以吸收人的财运，让人一辈子穷困潦倒。我不知道那是这种东西，他给我的时候说是护身符，不怪你，他骗了你。大人，这颗魔珠不能留在凡间，必须毁掉。我知道，可是毁掉魔珠需要强大的灵力，我现在只有1半的灵力。用我的。不行，灵珠在你体内，你催动灵力会损耗阳寿。比起让你冒险，我宁愿少活几年。那个，也许我能帮上忙。我在善财基金的时候看过一些文件，魏哲善财童子在研究一种阵法，可以净化魔气。我记得大概的布局。真的？你画出来。
这是禁魔阵，天庭的阵法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偷偷记下来的，当时觉得奇怪，就留了个心眼。你救了我们，走去财神庙布阵。大人，您确定这个阵法有用？万一画错了，魔气反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信我。开始。还在反抗，稳住！我在尽力。大人，阵法撑不住了。江辰，相信我。成功了。你差点把命搭进去。这不是还活着吗？苏黎，你太拼了！谢谢你，林薇。没有你的阵法图，我做不到。招财猫仙苏薇，弟子在。你毁掉魔珠有功，本座闭关已毕，现对你的惩罚作出裁决。你丢失灵珠在先，与凡人相恋在后，按天规，当贬为流浪猫，永世不得回天庭。但念你护珠有功，毁魔珠有德，且凡心已动，仙根已损，强行归位反倒害你性命。本座特准贬你为凡人，永留人间。从此，你不再是招财猫仙，只是一个普通女子。弟子苏黎，谢财神爷恩典。江辰，灵珠已与你彻底融合，你将拥有常人没有的财运直觉。但记住，财富不是目的，善用才是。多谢财神。林薇，在。你虽有过错，但迷途知返，且铸毁魔珠有功。本座赐你10年好运，望你改过自新。谢谢财神爷。我现在只是个凡人了，你还会要我吗？求之不得。苏总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林薇，你帮我看看这个数，我怎么算都不对。苏总，您把小数点往后挪了1位，实际是320万，不是3200万。我又算错了，我来帮您整理吧，您负责看大方向就行。我这个副总裁连报表都看不好，迟早被江辰开除。江总才不会开除您呢，您上次推荐的那个项目赚了1个亿，董事会现在对您心服口服，那是灵珠给我的直觉，不是我的本事。直觉也是本事，多少人想有还没有呢？你来干嘛？来检查副总裁的工作，报表看完了吗？算了，我帮你。谢谢你，江辰。谢什么？你要是样样都行，还要我干嘛？你这是在表白？工作。阿琛、阿陆，上车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奶奶，去哪儿？到了就知道了。这是用你们上次项目赚的1个亿建的公办养老院，我以天海集团的名义捐的。奶奶，您怎么没跟我说？跟你说，你肯定又说什么要考虑股东利益。阿离，你来说，这个钱该不该捐？该捐。善财童子用魔珠害人，我们用这笔钱帮人，也算是将功补过。奶奶，苏黎，
你们说的对，这钱捐得好。这才是我江家的好孙媳妇儿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姑娘，你就是那个捐款的善人吧？谢谢你啊，我们这些老家伙总算有个安身的地方了。你别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以前我以为财富就是数字，是权利，现在我才明白，财富真正的意义是能用来温暖别人。阿琛，你找了个好媳妇儿。我运气好。江晨，快来！这位老奶奶说要给我们算姻缘。不用算，我们已经是最好的姻缘了。油嘴滑舌，哎呦，真是般配啊！善财童子，你可知罪？弟子知罪。你私自下凡，抢夺灵珠，伤害童谣，扰乱人间财运，还试图打开天庭密道，每一条都够你魂飞魄散。弟子一时糊涂，求财神爷开恩。本座念你修行1000年不易，免你死罪，但活罪难逃。从今日起，你贬为金蝉，永镇财神殿香流之下，每日聆听香客祈愿，为你所犯之作赎罪。下去吧。贪念一起，万劫不复，你好自为之。阿离呀，你现在是凡人了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嫁人了。嫁谁？他还没求婚呢。听见没有？赶紧求婚！我这把老骨头还想看你们办婚礼呢。奶奶，这种事儿要水到渠成。什么水到渠成？我看你就是磨叽。大人，您这是在逼婚呢。不懂，这叫欲擒故纵。你们能不能不要当着我的面说悄悄话？没有啊，我在和空气说话。什么空气？奶奶，您别问了。江晨，你真的不想求婚吗？想，但不是现在。那是什么时候？等我配得上你的时候。你配不上我。你是天海集团总裁，我只是个被贬下凡的猫仙，现在连仙都不是了。是我配不上你才对。你为了我放弃了仙级，放弃了长生不老，放弃了天庭的一切，而我连一个像样的求婚都还没准备好。我不需要什么像样的求婚，我只需要你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给你一个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求婚。好，我等你。本季度集团营收同比增长20%，净利润增长35%，所有项目均按计划推进，资金链稳健。江总，这几个月您辛苦了，尤其是苏副总裁，您主导的几个项目，回报率远超预期。分内之事，苏副总裁确实功不可没。我提议将他正式升任为集团常务副总裁，进入董事会。你没跟我说过这事儿。谢谢各位董事的信任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拒绝，你总觉得自己不够格，但在我眼里，你比任何人都够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被你逼的。苏总，这些都是其他公司送来的贺卡，祝贺您升职。这么多，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。您现在可是商界的红人，谁不知道天海集团的苏副总裁点石成金？那是灵珠的力量，不是我的。灵珠只是给了您直觉，但决策是您自己做的，您只是不相信自己而已。也许吧。苏总，我有件事想跟您说。什么事？我收到了一家公司的 offer， 想跳槽。为什么？在这里不开心吗？不是不开心，是因为我不想一直活在愧疚里。我想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开始。我理解，你去吧。
如果以后想回来，天海的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谢谢苏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林薇，祝你前程似锦。财神爷，弟子苏黎现在已经是凡人了，但弟子有一事相求，弟子想求您保佑江真平安健康。灵珠在他体内，虽然能旺财运，但也消耗他的阳寿。弟子愿意用自己剩余的寿命换他长寿。大人，您疯了！您现在是凡人，寿命本来就只有几十年，再分给他，您可能……我知道，但我愿意。大人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因为我爱他，爱一个人，不就是希望他好吗？苏黎，你的请求本座听到了，但灵珠消耗阳寿的说法是善财童子骗你们的，灵珠只会旺运，不会损寿。真的？本座从不妄言，你且安心。谢谢财神爷。吓死老夫了！大人，您以后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想着牺牲自己？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走，回去上班。你怎么来了？接你下班。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只是想见你，就来了。你最近怎么这么会聊？上车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这是我用个人资金捐建的。桥的名字是我奶奶取的，她说要用爱心2个字提醒我们，财富的初心是帮助别人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。苏黎，我以前只知道赚钱，不知道钱的意义。是你让我明白了，财富最大的价值是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。你别说了，再说我就要哭了。那就哭吧，我在这里。阿琛，下个月是你爷爷的忌日，我想带阿路一起去扫墓。好。爷爷的墓在哪儿？在城外的陵园，我父母也葬在那里。我想去看看他们。好。阿离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江晨能遇到你是他的福气。奶奶，您别这么说。我说的是实话，我活了70多年，看人很准。你心眼好，不贪财，对阿晨真心，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。那可不，猫仙大人可是天上下来的，凡间哪有这样的？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看手机呢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没有。最好没有。我这老婆子虽然老了，但眼睛不瞎。土地仙，你说我当了凡人之后，还能见到天庭的其他人吗？理论上不能。您现在没有仙籍，也没有灵力，连天庭的门都进不去。那财神爷呢？以后还能跟他说上话吗？大人，您可以在财神庙里上香啊。虽然不能直接对话，但您的祈愿，财神爷能听到。那还好。大人，老朽有件事想跟您说。什么事？老朽可能要回天庭了。什么？
为什么？善台童子的事，老朽也有责任。天庭那边来了文书，要老朽回去述职，可能要受些处分。可是你什么都没做错啊，你一直在帮我。大人别急，处分不会太重，最多是罚俸几年。老朽就是舍不得您。我也舍不得你。大人别哭，老朽又不是不回来了。等事情了了，老朽申请继续留在凡间，到时候还能陪您。那你一定要回来。一定。那你走了，谁给我当恋爱军师？大人，您现在还用得着军师吗？您和江总那感情，比月老的红线还结实。你闭嘴！老头子，我带阿晨和阿丽来看你了。阿露是阿晨的女朋友，是个好姑娘，你在下面保佑他们。爷爷您好，我是苏怡，虽然没见过您，但江晨经常提起您。您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爸妈，我带他来了，他叫苏黎，你们一定会喜欢他的。老头子，你听到了吧？你也喜欢阿离，对不对？阿露，你什么时候改口叫我奶奶？我现在不就叫你奶奶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个奶奶，是跟着阿琛叫的奶奶。那要等结婚以后吧。哼，结婚？你们俩连订婚都没订。阿琛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奶奶，您别催。我不催，我不催，你们猴年马月才能成。奶奶，我们俩商量好了，不着急。算了，你们年轻人自己有主意，我这老婆子就不瞎操心了。你还在看那本书？没有。我看到了，封面上写着月老新编。好吧，我在看。怎么了？不许我看？这些东西，你还用得着学？怎么用不着？我又没谈过恋爱。那你现在不就在谈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，虽然有时候你会惹我生气，但大多数时候你让我觉得很安心。那就够了，不用学那些套路，我们之间真诚就够了。你说的对。江晨，我想好了，我不要盛大的婚礼，不要钻戒，不要那些虚的，我只要你。好，但我还是想给你一个像样的求婚，你值得最好的。那你要快点，我怕我等不及。很快。江总，您要的东西准备好了。很好，就按这个办。江总，苏总他会不会觉得太隆重了？他好像不喜欢铺张。我知道，这个求婚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让他知道他在我心里的分量。江总，您对苏总真好。他值得。苏黎，等你成了我的妻子，我会用余生好好爱你。大人，您最近怎么总是来打扫？您现在可是常务副总裁，不用干这些粗活。这是我待过的地方，我对这里有感情。大人，您是不是想回天庭了？不想，
天庭虽好，但没有江辰；凡间虽苦，但有他。大人，您变了，以前的您只知道修炼、完成任务，现在您懂得了爱，懂得了珍惜。是啊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当初给我出主意，让我去追江辰，我可能现在还在翻垃圾桶呢。大人，您还记得那会儿啊？记得，那时候你跟我说被贬成流浪猫，要翻垃圾桶，淋雨，被野狗追，把我吓的。老朽那不是吓您，是实话。财神爷，谢谢您，谢谢您让我遇到江辰，谢谢您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财富。人呢？都去哪儿了？这是……这……苏黎，从你第一次撞进我怀里那天起，我的世界就变了。你为我打过棍子，为我耗尽灵力，为我放弃仙气。你问我什么时候求婚，我现在回答你，就是今天。苏黎，嫁给我，让我用余生的每一天来爱你、保护你、陪伴你。不管你是猫仙还是凡人，不管你是苏副总裁还是江太太，你永远是我心里唯一的那个人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恭喜江总，恭喜苏总，恭喜江总，恭喜苏总！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土地公帮我瞒着你。土地公，他居然没告诉我！大人，这回您可不能再骂老朽了吧？阿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江家的人了，奶奶会把你当亲孙女疼。奶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对我这么好。傻孩子，是你先对我们好的。江总、苏总，我敬你们一杯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什么早生贵子？谢谢。苏总，恭喜你，你值得所有的幸福。谢谢你，林薇，你也要幸福。开心吗？开心，这是我变成凡人以来最开心的一次。以后每一天我都会让你这么开心。那你可要说到做到。一定。大人，老朽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吧？你居然帮着他瞒我！大人息怒，江总说要给您惊喜，老朽也不好拒绝呀。算了，看在这个剑质的份上，饶了你。大人，您真的要嫁给江总了，不后悔？不后悔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。大人，您真的长大了。老朽还记得您第一次下凡的时候，连香笼都不会点。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？大人，这是老朽送给您的结婚礼物。这是真心灵，老朽又找月老要了一个。谢谢你，土地公，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大人，您别说了，再说老朽也要哭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我们要开心心的。这才对嘛！徒弟，你在凡间助招财猫仙有功，
但失察之责亦不可免。本座罚你俸禄3年，你可服气？服气。多谢财神爷开恩。另外，你凡间缘分未尽，本座准你继续留任土地神管辖缘分地。谢财神爷。土地，你在凡间多年，见过无数悲欢离合，你觉得苏黎和江辰这段姻缘能长久吗？回财神爷，老朽不敢妄言，但老朽活了60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真心相待的2个人。他们的感情不是算计，不是利益，是真心换真心。你说的对，本座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才特许苏黎留在凡间。财神爷英明，退下吧，大人。老朽很快就回去看您。江总、苏小姐，我们提供了3套方案。第一套是中式传统，凤冠霞帔；第2套是西式浪漫，白色教堂；第3套是户外草坪，清新自然。您2位喜欢哪一种？你喜欢哪种？我都行，你定吧。那就3种都办。3种？那得花多少钱？花多少钱都值。阿丽，你就别替他省了，他赚那么多钱，不花你身上，花谁身上？奶奶。好的，3种方案结合。那我建议上午中式，下午西式，晚上户外晚宴。就这么办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一天办3场，我会累死的。放心，你只要负责美，其他交给我。好看，太好看了！阿如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还行。还行？你眼睛瞎了？明明好看极了。那就这件吧。好的，苏小姐，这件婚纱是手工定制的，需要2周时间。没问题。江辰，你说我们结婚以后会不会吵架？会吧。你就不能说不会吗？我不想骗你，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？但吵架归吵架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生气。这还差不多。苏黎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我也是。阿丽，别紧张。这一刻，我好像等了很久很久。阿琛，好好待他。我会的。请新人交换戒指。现在，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人，您终于嫁出去了。各位，我提议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祝江总和江太太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今天好累，然后开心。开心就好。这是什么？好美啊！这是财神爷的祝福。看来财神爷认可我们了。苏黎、江辰，本座祝你们岁岁常欢宜，年年皆胜意。谢谢财神爷。这是老天爷的祝福啊，好兆头。
财神爷，弟子苏黎现在已经是凡人了，弟子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，只有一颗感恩的心。财神爷，我江辰以前不信神佛，但现在我信了。谢谢你把苏黎送到我身边。以后每年我们都来财神庙上香，好不好？好，每年都来。土地公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很想你。走吧，回家了。回家。